纪薇，你这个小偷！是你偷了我化妆间里的3金。刚才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去过我的化妆间，连小姑子结婚的3金都偷，你是不是穷疯了？如烟，我没有。不承认是吧？那就当场搜身，我倒要看看搜出来你还怎么嘴硬。妈，你们说句话呀，我真的没偷。爷爷奶奶坐在那儿，对我妈的求救视无无睹，好像那只是一个不相干的倒霉路人。别碰我！磨叽什么？你公婆都没反对，你叫什么？不让我搜身，就是你心虚。哼，跑什么？偷人东西还有脸挣扎？我真的没偷，求你们别搜了。大伙儿看着啊，新娘子大喜的日子被嫂子偷了3金，现在还不承认呢。我看着姑姑霍如烟，她和那个流氓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妈狼狈的模样，一脸的尖酸刻薄。我妈眼泪涌了出来，一脸绝望。偷东西的时候怎么不怕丢人？我知道了，我真的没有偷东西。老芝麻，还没搜完呢，你老实点，等搜完就知道你有没有偷了。你们凭什么撕我妈衣服？没有人出声帮我们，爷爷奶奶也宛如冷血的看客。我站在我妈面前，感到全身战栗。没教养的妈养出没规矩的东西，这还轮不到你说话。嫂子，你要是没做亏心事儿，至于这么狼狈吗？你要是不把3金还我，那你就让搜完，别耽误了我的婚礼。就是看这衣服料子不错，该不会也是从如烟那儿拿的吧？微微，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人搜搜怎么了？3金找不到，这婚礼还怎么继续？我死死盯着我爸护身，从妈妈被诬陷、被撕扯掉衣服的那一刻，他就如石雕一般站在那里。爸，有人欺负妈，你不管吗？哥，你也看到了，我今天是要教嫂子做人，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儿。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我看着爸爸没有表情的脸，感到一阵绝望。正当我以为他还会跟以前一样劝妈妈忍一忍时，他忽然抬脚向妈妈走了过去。哥，还是你明事理。这500克的金子是爸爸原先准备给姑姑的新婚贺礼，按现在的金价价值500万。难道都这样了，他还是想和以前一样用钱来息事宁人吗？拿着。哥，你护着这个小偷干嘛？他偷了我的3金。我的妻子用不着偷东西。哥们儿，你老婆偷东西还不让搜，那3金值好几万。火神，你老婆偷东西，你还在你妹妹婚礼上动手，你是不是人？
回家。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我就没你这个儿子！今天的事，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火山，你给我站住！不能让他走，他还没付酒席的钱呢。站住！你还没把今天酒席的钱付了，38桌酒席，加上婚庆布置和司仪，一共27万6。你人倒是拍拍屁股走的送快，这账谁来结？你让流氓撕我老婆的衣服，还搜她的身，搞这种下作的婚闹，羞辱我的家人，还想让我和以前一样给你们掏钱？什么叫下作？他偷了我的3千！够了！别逼我对你也动手。上车，小心头。火山，你给我回来！27万6，你不付谁付？火山，他敢，他还能翻天不成？走，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回去再说。去和悦酒店，总统套房。好的，霍总。纪委，以后这种事儿绝不会再发生了。你的手，看到你被那样对待，比这疼10000倍。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睡吧，我守着你。爸爸，爸爸，我们以后怎么办？霍总，这么晚了，什么事情？小李，把我名下所有绑定霍家人的副卡全部冻结。所有的，霍总，您确定？一张不留。另外，我给我妈买的那套养老公寓，帮我查一下产权归属，登记在谁名下。明白，我马上办。爸，你把他们的副卡都停了。念念，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老婆都护不住，那他就不配当一个男人。念念，以前我总觉得那是我亲妈，我亲妹妹，都是一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说什么难听的话，我忍忍就过去了。你妈受了委屈，我多赚点钱，多补偿她一些，也就过去了。现在我发现是我错了。有些人你越退让，他越得寸进尺；你退一步，他进10步；你忍一次，他就会变本加厉，突破你的底线。你妈纪薇就是我的底线，这条线谁碰谁死。那一刻我才明白，爸从来不是软弱，他只是一直在忍，而现在他不打算再忍了。霍总，养老公寓的产权登记在您名下，当时是您买下后没有变更过产权人。好，现在联系刘律师，让他今天上午拟2份文件。第一，律师函通知我妈搬出养老公寓，房子是我的，我有权收回。第二，断绝关系声明，法律效力要足够。霍
断绝关系声明，您是说？就是你听到的那样。另外，让刘律师同步拟好与霍家的财产切割方案。我这些年给霍家花的每一分钱，哪些是赠与，哪些是借贷与代付，全部理清楚。我要一笔笔算得明明白白。明白，我这就安排。霍神，你敢动我的卡！我结婚第2天请客人吃早茶，当着所有人的面刷不出卡，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人？你立刻给我解开！霍神，你哑巴了？是不是被那个狐狸精灌了迷魂汤了？我告诉你，动我的卡就是跟我作对，信不信我告诉你妈！卡是我办的，我想动就动，你有意见？好，你等着，我现在就告诉妈，让妈来治你。你去吧，顺便告诉他，他的卡我也动了。你连妈的卡都敢动，霍神，你疯了吧你？她是你亲妈。每月15000的生活费，我按时打到他账上，1个月没断过。15000在县城够花了吧？够吃够穿够看病。那我问你，什么样的日常开销需要刷一张50万额度的副卡？不说话了？那我替你说，那张副卡80%都是你刷的，买包、买衣服、做美容、还信用卡，挂在妈名下花的是我的钱。你当我不查账吗？你少血口喷人！别再打电话给我了。妈，是我。念念，咱们在酒店，安全的。念念，咱们真的不用回去了吗？不回去了，妈。那个家根本没把咱们当人看。买了换洗的衣服，你等会儿挑挑看。还有这个药膏，别怕，别怕。从今天起，你只需要让自己开心，别的事情都有我。你看看这个，这么多，爸，你这是搬空金库了吗？这些都是给你的。这些都是给你的。纪委，有些话我一直没和你说。以前我觉得多赚钱你花就够了，你想要什么我都买，缺什么我都补。我以为这样就算对你好了，可你在那个家都没被人正眼看过。我妈指着你鼻子骂你都不敢还嘴，如烟当着外人的面嘲讽你，你只能低着头假装没听见。15年，你在那个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不是不知道，直到昨天看到你蹲在地上被人，我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钱再多也买不回你被当众羞辱时流的那些眼泪。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15年了，你一句都没说过。我以为你不在乎，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我以为你觉得你妈说的对，我就是配不上你霍家。都是我不好，不过现在不用怕了，因为那些人再也碰不到你了。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很多话，但我不擅长当面说，以后我会慢慢学着说出来。这个家没有公婆的冷脸，没有小姑的刁难，
没有任何人能指着你鼻子骂，只有我们3个人。是不是他们又打过来了？有些人，你不让他撞得头破血流，他永远觉得有门可以敲。不用管。火神，你给我听好了，你再不接电话，我就带妈来找你，你信不信？好了，别管他们，我们去看新家。新家，走走走，我早就想看了。爸，新家到底在哪儿？远不远？说，火神，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儿？你妹妹新婚第2天，何家就嫌她交不上酒席钱要退婚，你把如烟的婚给搅了，知不知道？他让流氓当众扒我老婆衣服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搅了自己的婚事？行，那事儿先不说。火神，你妈气得血压飙升，刚送急诊了，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什么？我问你，哪个医院？就县医院。哪个科室？床号多少？主治医生叫什么名字？别编了，我现在就可以派我的私人医疗顾问过去核实。如果是真的，最好的专家半小时之内到；如果是假的，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骗人的代价。火神，你长能耐了是不是？你爸跟你说话，你敢这个态度？你反了天了，反了天了！火神，你疯了！做人不能忘本啊，侄子！世界清静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妈，咱们真自由了！收拾东西，看新家去。他们会不会找过来？这个小区有人脸识别门禁和24小时安保巡逻，没有我的授权，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霍先生，欢迎回家。霍先生，28楼已经全部准备好了，这是您的门禁卡。你收着。你来开。这真的是我们家吗？在霍家，我进厨房是干活，天不亮就得起来做早饭，做完了还要被嫌不好吃。在这里你是女主人，想做就做，不想做叫外卖。没有人会嫌你做的不好，也没有人敢指使你。这些都是我让人提前准备的，尺码应该没问题。我记得你穿多大。他都记住了，每一个都记住了。啊！
喜欢就好。老房子的东西，你就带了这些？那些东西每一件都沾着霍家的气，我不想带进这个家。我只带了属于我们的回忆。好，跟过去彻底断了。你在做早餐？粥在锅里，鸡蛋煎的不太好，你将就吃。有证据了！爸爸第一次下厨，发朋友圈。发了我扣你零花钱。妈，有人给你发消息，号码不认识。纪薇，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以为勾着我哥躲到外面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你迟早遭报应。你就是个扫把星，嫁进霍家就没一天安生过，全家倒霉都是因为你。他怎么弄到妈的微信号的？你毁了我的婚，你抢了我哥，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非得骂回去不可！这种脏东西不配污染咱们的新手机。吃饭去。走，吃饭去。爸，姑姑不知道怎么加到了妈的微信，发了一堆语音骂人。你妈怎么处理的？删了，拉黑了。你妈做的对，那种东西不值得浪费1秒钟的情绪。可他凭什么？念念，你妈能删掉那些东西，说明她心里已经过了那道坎，这比你骂回去100句都管用。但是别掉以轻心，骂人是最低级的手段，说明他现在只剩嘴了。可有些人嘴上闹不赢，就会换招。我了解如烟这个人，他不是输得起的性格，越是安静的时候越要留神。我结婚那天，嫂子趁没人的时候进了我的化妆间，把我的3金全偷走了。我发现以后问了他一句，他死不承认。我哥不问青红皂白，冲上来就打我，当着几百个客人的面，打得我哥走了以后，把我和我妈的银行卡全冻了，我妈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他每天躺在床上喊我哥的名字，喊一声哭一声，这就是我那个有钱的哥哥对亲妈做的事。
三金，你偷了我结婚的婚姻，你还伤透了我哥，让我妈孤苦伶仃。放屁！什么偷三金？明明是他自己栽赃陷害，还让流氓搜妈的身，他怎么不说他让人撕妈衣服的事？他怎么不说？念念，爸，你倒是说句话呀！几十万人在骂咱们，我现在就去评论区把真相打出来。凭什么不许？他满嘴胡说八道。爸，你看，他还说妈是小三儿，他还说要报警。你过来，我不过去，你凭什么不让我说话？你去评论区打一段话，有人信吗？人家只会说你是当事人，你当然帮自己说话。到时候他再截个图发一条新视频，被揭穿后一家3口集体下场洗白，你觉得会怎样？这种事光靠嘴说没用，得用真相砸。妈，他在几百万人面前说我是小偷，那些人都在骂我，他们说我偷东西，我以后怎么见人，我以后怎么出门？妈，你别看了，那些人啥都不知道就跟风乱骂，都是些垃圾。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了。纪薇，看着我，你不是小偷，你什么都没偷，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信我。去给你妈倒杯热水。小李，听好。第一件事，联系婚宴那天的酒店，调取当天所有监控录像，化妆间、宴会厅、走廊、停车场，一个角落都不能漏。好，我现在就联系酒店那边的安保负责人。第二件事，如烟那套3金、项链、手镯、戒指，去查购买凭证，哪家金店买的，什么时候买的，刷谁的卡，有没有上保险，如果有保险，查保险受益人是谁。明白。第3件事，当天婚宴宾客找5个人取证，要亲眼看到经过，最好有男方清楚，书面证词，签字按手印。霍总，这个需要点时间，宾客那边可能不太好找。我不管你怎么找，花多少钱，3天之内我要看到全部东西摆在我桌上。明白，我连夜安排。你打电话了？在办了。能办成吗？那个视频已经传疯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再看那些东西。你也是，念念。可是评论区的每一条骂你妈的话我都看了，每一条，但现在不是回嘴的时候，我需要时间准备。纪薇，你就当什么都没看到，剩下的事交给我。睡不着，一闭眼全是那些评论。他们说我偷东西，说我是贼，我这辈子连一根针都没拿过别人的，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他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真相他藏着呢，怕人知道。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每多一天就多几百万人看到那条视频，让他们骂，越骂越好。你想想，一个视频几百万播放量，评论区全在骂咱们，全在同情他。好，等到这个热度到顶的时候，我把真相砸出去，监控录像、购买凭证、宾客证词，一样一样全甩出来。你猜那些骂过你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自己被耍了，被骂的怒火会掉头全砸向霍如烟。反弹有多狠，取决于他之前骗了多少人。所以他现在闹得越欢，我越高兴。你心里有数。就行，我就是害怕。怕什么？有我呢。
那视频现在120万赞了，热搜上都挂着，好多营销号在转，标题一个比一个恶心，嫂子偷金被抓现情，哥哥竟暴打亲妹，亿万富翁抛弃病母，冻卡断绝，你到底在等什么？等他把瑶造到顶点。到顶点是多高？1000万？1个亿？念念，你听我说，我要的不是自证清白。自证清白是防守，防守赢了，别人最多说一句“哦，原来搞错了”，然后该干嘛干嘛。他换个号继续造谣，真会由相信，下次你还得再自证一轮。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让所有看过那条视频的人亲眼见证他是怎么撒谎的，让他这辈子在网上再也没有翻身的距离。要做到这一步，就得让子弹先飞回。那证据多久能起？霍总，10年转账记录已经全部调出来了，正在整理成表格，预计明天上午给您完整版。继续。快了，回屋睡觉。我睡不着。睡不着也去躺着，养足精神。好戏快开场了。霍总，酒店监控全部拿到了，化妆间的、宴会厅的、走廊的3个机位的视频我都扣了原始文件，没有剪辑，没有压缩。化妆间的拍到什么了？拍得很清楚。婚宴开始前，如烟的3金、项链、手镯、戒指被伴娘收进了化妆箱里，上了锁。之后，纪薇常福嫂子根本没进过那个房间，从头到尾没有。走廊的监控能看到纪薇常福嫂子全程在宴会厅主桌没动过。3金的购买凭证呢？查到了。城南那家周大福，如烟本人的身份证登记，刷的是他自己的信用卡，而且3金上了财产险，受益人嫌的也是他本人。好，5份都签好了，其中2个是男方那边的远房亲戚，有一个是婚庆公司的摄像师，他们的证词内容基本一致。纪薇嫂子全程坐在主桌，没离开过座位，是如烟先动手扇的巴掌，然后指使伴郎去搜身的。那个伴郎呢？也找到了，他现在慌得不行，怕被追究猥亵的责任。主动写了情况说明，承认是霍如烟让他上去搜的，说搜出来有红包。霍申，这个留好，先不动它，后面有用。所有材料几点能送到？下午2点之前全部送到您手上，电子版和纸质版各1套。好。那条视频播放量破5000万了，热搜前3，好多人在扒妈的个人信息，有人把咱家老房子的地址都发出来了，网上已经骂疯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急什么？钓鱼要有耐心，鱼还没咬死钩呢你就收竿，白忙活。什么鱼不鱼的，妈都快被骂出心理阴影了。你妈在干嘛？在阳台浇花，她不看手机了，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她能不看手机，说明她比你沉得住气。霍总，东西都在这儿了。霍总，东西都在这儿了。10年转账记录总金额统计，包括房子首付、装修、车、彩礼和各种借的名义流转款，合计120万整，没有任何一笔有还款记录。另外，这份表格是聊天记录截图整理的，每次借钱如烟说的都是等发了钱马上还，一共47条。酒店方面愿意出书面声明吗？已经沟通了，酒店法务说可以出具声明，确认婚宴结束后3金由伴娘从化妆箱中完好取出，物品无损无缺失，明天上午就能盖章。行了，你把所有视频素材拷给我的剪辑团队，我要做一份对比视频，左边放如烟那条哭诉视频的原声，右边放酒店监控的实拍画面，同步播放，再把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排成长图。明白。
需要多久出成品？今晚之内。收到。爸，叫你妈过来。嫂子趁没人的时候进了我的化妆间，把3金偷走了。我问了他一句，他死不承认，我哥就动手打我。不如这，看清楚了吗？这些东西今晚全部做完，明天一早我会把它们全部发出去，每一个看过他那条视频的人都会看到真相。可以了，动手。妈还在睡。关上门。就这么发？发布成功。坐着等吧。嫂子趁没人的时候进了我的化妆间，心头苍天。把3金偷走了，日子偷了3金，现在还不承认呢。爸，评论区已经炸了。这只是第一步。评论区全反过来了，全部。之前骂妈最凶的那几条底下全是人在骂他们骂错了人。那条哭诉视频底下最高赞的评论变了，变成叫大家去看监控的。那些营销号也开始删之前转发的内容了，有几个大号直接发了道歉声明。这是第2波，还有一波。还有。
今天引爆全网的婚宴3金事件出现重大反转。今天引爆全网的婚宴3金事件，此前当事人霍如烟发布视频，声称嫂子偷窃3金，但今日另一方公布完整证据，3金从未丢失，系霍如烟蓄意诬陷。律师表示，涉嫌诽谤罪和强制猥亵罪。爸，热搜前5再造、恶意搜身、当众猥亵全上了，你看，你快看。他们知道了，他们终于知道真相了。妈，你不是小偷，从来都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不是搜身，这是猥亵，必须报警！52万赞，必须报警！蓄意诬陷嫂子偷东西，然后让男人扒衣服，这心肠比蛇还毒。退婚是他活该，这种人嫁到谁家，谁家倒霉。爸，他那条原始视频底下现在一条帮他说话的都没有了，全是骂他的。之前给他点赞的那些人全跑了，好多人专门回去取消了赞，还留言说对不起，我之前不知道真相。他那条视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100多万赞还挂在那儿，但底下6万条评论猜还叫他，但底下6万条评论全在骂他，好多人说要去举报他诽谤。他会不会删掉那条视频？删不删都一样，录屏的人比他粉丝还多。爸，签吗？霍神，你为什么要发那些东西？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他们说我是猥亵犯，他们说要报警抓我，我家打电话来说要告我，我的人生全毁了，全毁了，你知不知道？霍神，你说话呀！那些评论，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我打开手机全是骂我的，每一条都在骂我，我连门都不敢出了。我求求你了，你让他们别骂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嫂子当面下跪道歉都行，求你把那些视频删了，求你了哥，我求你了。你让人当着几百个人的面扒我老婆衣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的人生？你对着镜头说她是小偷，让几千万人骂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的人生？他那几天连门都不敢出，整夜睡不着觉，一闭眼全是网上那些骂他的话。你那时候在干嘛？你在数你那条视频涨了多少赞？你现在认错，早就晚了。霍神，你不删我，我就死给你看！霍神，我现在就写遗书，遗书上就写是你和纪薇逼死我的，你信不信？我死了，你们就满意了，是不是？我现在就去死，遗书写好了就发到网上，让全世界知道是你们霍神和纪薇娼妇逼死了我！他不会真的。
天一个电话都没打。暴风雨前的平静。会演的人不会真死，但会利用死来绑架活人。接下来他会换更有分量的人来。你昨天说他会换更有分量的人，你是指谁？像他这种人不会善罢甘休，自己闹不动了就换更有分量的人。能压住我的人不多，但有一个人他一定会用。你是说，妈？如烟哭闹威胁都没用，他接下来唯一的牌就是把我妈推上前线。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记住一件事，哪儿也不去。小李，帮我留意一下老家那边的动向，有任何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霍申啊，我是你大伯公，你妈出事了，她看了网上那些东西，跟霍如烟在家大吵了一架。吵完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倒了，已经送到县医院了。医生判断是脑血管痉挛加高血压危状，正在急救。你赶紧回来。哪个科室？主治医生叫什么？就县医院急诊科，具体医生叫什么我没记住。你三婶在那儿守着。上次说血压飙升，送急诊，这次又换脑血管了。大伯公，我这边核实下情况。又来这套。霍申啊，你妈昏迷前一直在哭着喊你名字，不管之前闹成什么样，她到底是生你的人。万一这是最后一面，你不来，你以后能过得了自己这关吗？要不还是喉咙里看看。我知道。我恨他，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万一他真出事了，咱们一辈子过不去这个坎儿。爸，我想了一下，去就是掉进陷阱。他们用奶奶的命当饵，逼你回去认错、低头、恢复原样。你一旦回去，所有之前做的努力全白费了。可不去。万一奶奶真的出了什么事，网上那些人会说你逼死亲妈。这个骂名，他折磨了我15年。可如果他真没了，这个骂名咱们背一辈子啊！霍申，你想好了，你赶紧回来。大伯公，我知道。你就这么挂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句？在事情没查清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小李，听好，动用所有医疗资源，联系县第一人民医院，核实霍母的真实病情。我要主治医生的名字、诊断报告原件、病房实时画面。10分钟内给我结果。明白，我马上联系。10分钟，10分钟之后就知道是真是假。别自己吓自己。霍总，查到了，霍夫人确实在县医院急诊内科。我联系到了主治医生张志军，他的诊断是情绪激动导致的高血压微桥伴短暂脑缺血发作，已经做了降压处理和静脉输液，目前血压已经回落到正常范围，神志清醒。CT 结果出来了，没有脑出血，没有脑梗死。好，继续说。但是还有一件事。什么事？霍总，张医生说，霍母目前虽然稳定了，但需要继续用降压药巩固。他开了一种效果更好的长效降压药，但是霍如烟在医院拒绝让母亲用那种药，他跟医生大吵了一架，把护士站都闹翻了。他说了什么？
张医生告诉我他的原话，我妈这病是心病，只要我哥亲自来认错接她走，她自然就好了。你别想骗我花冤枉钱，他不让用好药，也不让转院，就在急诊科拖着。他拿奶奶的命当人质，逼我爸就范。奶奶是他亲妈，亲妈都能当工具。他把亲妈当谈判的筹码。张医生的联系方式给我。好，我现在发您。这个家我死也不会回，但既然他们想拿孝道说事，我就孝顺到让他们无话可说。小李，通知泰和医疗中心调最好的神经内科和心血管专家团队，带全套便携设备和高规格转运救护车，今天下午出发，直接去县第一人民医院接管病人，费用全额预付，不设上限。泰和，霍总，那是全省排名，必须与他爸冲测寻找泰和。我知道，就是泰和。明白，我现在就联系。泰和，那是全省排名第1的私立医院，一个床位1天就要上万。你是要？他说我不孝顺，好，我给我妈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病房，任何人都别想挑出我不孝的证据。霍申，你派的什么人？一帮穿白大褂的突然冲进来，说什么联合会诊，还要转院，谁让你这么干的？从现在起，妈的病我全权接手，你可以靠边站了。你凭什么？她是我亲妈，你不回来看她，你有什么资格？我出全省最好的医疗团队，预存800万治疗基金，你出什么？想不出来就别堵在急诊科门口碍事，让医生干活。800万堵嘴，这招太狠了。霍总，泰和那边的专家组已经抵达县医院，初步评估完成，建议将霍母转到市里的泰和医疗中心做系统检查和后续治疗，目前正在走转院手续。好。但是霍如烟拒绝在转院同意书上签字，他说要转院可以，让霍申本人来接。把刘明哲的电话给他，让刘明哲告诉他，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配合转院，他也可以阻拦。我的律师团会以阻碍患者获得最优治疗起诉他。明白，我现在就安排。霍总，霍如烟签字了，转运车已经出发，预计4小时后到达泰和医疗中心。签了，正在转院。他没话了吧？暂时没话了，但别高兴太早，如烟一定会借陪护的名义跟来市里。他目的不是照顾妈，是要找到咱们然后闹。你想想，他现在全网被骂，名声臭了，工作没了，婚也黄了，他唯一还能抓住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哥哥。只要他到了市里，找到咱们的地址或者我公司的地址，他就往门口一躺一哭，把摄像头一架，又是一场闹剧。对，到时候咱们全被架在火上烤。那怎么办？他想来，我欢迎，但我准备了一份他签完就翻不了身的协议。刘明哲，我需要你今晚拟一份文件，名字叫《家属陪护行为规范协议》。全省最好的私立医院，花我哥的钱当然要来最好的。霍女士，我是霍申先生的代理律师刘明哲。在您进入陪护区域之前，需要您签署一份文件。第1条，陪护期间，陪护人不得有任何导致患者情绪剧烈变动的言行，包括但不限于争吵、哭闹、提及家庭纠纷、展示手机网络内容。一经触发，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由陪护人本人全额承担。第2条，
霍申先生已预付全部医疗费用，但陪护人个人在市里期间的食宿、交通、通讯等一切费用由陪护人自履，不得向医疗中心或霍申先生报销或借支。第3条，陪护人活动范围限定在太和医疗中心园区以内，离开园区需提前24小时提交书面申请并获得审批，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的，视为自愿终止陪护，不得再次进入。以上3条加上附件中的14条细则，请您逐条确认后签字。陪我亲妈还得签合同，你们这是非法拘禁！霍女士，这不是强制要求，您完全可以选择不签。不签的话，您将被视作普通访客，适用太和医疗中心的标准探视制律，每天下午2点到2点翻30分钟探视时间，无权过问治疗方案，无权调整护理安排。患人由我方聘请的专业护工团队24小时照护。您的选择。行，签就签，我倒要看看霍申图片我还能怎么折腾。护士会带您去 VIP 病房，祝您陪护愉快。霍总，签了。你给我倒杯水。霍女士，我们只负责服务患者本人，您的个人需求请自行解决。走廊尽头有饮水机。我是他亲女儿，你这什么态度？协议第7条，患者的护理方案、用药安排、饮食营养由医疗团队全权负责，陪护人不得擅自干预或要求变更。霍母的营养师已经制定了今天的食谱，11点半准时送餐。我给我妈熬点粥都不行？不行，营养方案已由专家组签字确认，如需调整，请向主治医生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批后执行。这到底是医院还是监狱？一份青菜豆腐，98。霍女士，请出示离院申请审批单。我就出去买个饭，10分钟就回来。根据协议第3条，离开园区需提前24小时提交书面申请并获得审批。您目前没有审批记录，无法放行。我买个外卖都不让。外卖可以送到大门口的接收柜，但您本人不能出去取，需要通知前台安排人员代取。我住这儿，多少钱一晚？单间休息室每晚1500元，如果您选择公共区域的折叠床，每晚600元。600块，睡个折叠床？霍申，你是要把我活活逼死在这儿？请拨教室电号。他在门外当流浪汉，奶奶在里面被全省最好的团队伺候着，这对比太讽刺了。你这招比打他疼10000倍。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说，霍总，今天上午向前台提交了自愿终止陪护的申请，已经办理了离院手续。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要去找工作。”他舍得走了？他在太和1周，每天最低消费光餐饮和住宿就接近2000，一周下来1万多，他那点积蓄早就耗光了。现在他想换个方式，留在市里找份工作，站稳脚跟以后再来找我们。那他要是真在市里留下来了？他留不下来。爸，姑姑真的就这么走了？她不会善罢甘休吧？他以为换个赛道就能翻盘，可他不知道，这整座棋盘都在我手里。
我已经给他准备了下一份大礼，一份让他这辈子翻不了身的大礼。联系我们长期合作的猎头公司瑞图人力，让他们发布一个岗位，市场部经理，要求不高，年龄30到45，大专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市场推广或销售经验即可，试用期薪资2万5。好，发布到哪些渠道？关键是把这个岗位精准推送到霍如烟的求职邮箱和他常用的招聘网站首页。他现在走投无路，看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一定会投简历。明白。你要给他找工作？他离院3天就被一家叫鼎盛商贸的公司录取了，市场部经理，试用期月薪2万5，转正后4万。他一个小县城出来的人，凭什么拿这么高的薪水？因为鼎盛商贸是我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那边的总经理是我以前带出来的老部下，猎头按我的要求把岗位推到了他面前，他果然上钩。他现在穷得叮当响，突然冒出一个月薪2万5的机会，他怎么可能不闯？他只会觉得自己否极泰来了。恭喜您通过面试，录用为市场部经理，试用期月薪2万5千元。管他呢，先干着再说。您这是量身定做的陷阱，先让他尝到甜头，让他把自尊和骄傲捡回来，让他觉得离了霍家照样活得风光。等他飞到最高点，彻底放松警惕的时候，再一脚把他踹下去。离了霍家，我照样是人上人。明天就是入职的日子。您好，请问您是霍如烟，市场部经理，今天入职。好的，霍女士，请跟我来，有人在会议室等您。请进。你怎么在这儿？霍女士，请坐。霍女士，10年来您向霍申先生累计借款120万元整，无任何还款记录，按照同期银行离杆利率计算利息，本金加利息合计145万元。您名下现有资产：1套县城2手房，评估价32万；1辆2手车，评估价20万；2项合计抵债52万，剩余93万，由您的薪资按月偿还。正好，鼎盛商贸为您提供了一个岗位，物业保洁，月薪5000元，扣除基本生活费后，每月还款3500元，约需22年还清。不可能！你们骗我！这是陷阱！我要报警！这是您在前督驾任职期间虚开发票、侵吞公款37万元的完整证据链，包括虚假报销单23份、对空账户异常转账记录、财务审计报告，以及2名前同事的书面证词。现在您有2个选择：第一，签署资产清算协议，到物业岗位报到；第二，不签。这些材料半小时后出现在经侦大队，您选。
哎呀，手滑了，麻烦了啊，帮忙擦一下。喂，霍母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如烟在市里做保洁的事，情绪大爆发，砸了病房里的花瓶，声嘶力竭要出院。主治医生和护士团队都劝不住他。霍母已经签了自愿出院声明。主治医生说，从医学角度看，他的身体指标已经基本恢复，签字出院是他的权利，医院没有理由强制留人。他出去了只会更疯狂。他们现在一无所有，名声没了，钱没了，工作没了，只剩最后一件武器。什么武器？命。阿姨，车直接送您到高铁站，票已经买好了，回老家的。霍总，霍母已经进站了。买一张到市区北站的，最近的一班。二姨，你把大伯和三婶他们都叫上，这一次我亲自来。妈，地址找到了，云兰府28楼。刘明哲，启动预案，把之前准备的证据原件全部备好，随时待命。小李3件事：第一，调取霍母的10年资金流水，做成可视化图表，每一笔进出标注清楚；第二，联系陈老板和李老板，就是如烟以前拖欠合作款的那2个供应商，请他们3天后到场，我有事需要他们当面作证。第三，通知云兰府物业加强门禁管控，未经我授权的人一律不得进入。另外，在1楼架好临时音响和投影设备。投影设备？对，室外用的，够亮的那种。兔崽子，你老子来了，你敢不开门？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霍森，你不开门，我就死在你家门口！我喝了它，我现在给我喝！他手里拿的什么？观众到齐了，带团队入场，全程无死角录像。小李，带特邀嘉宾，现在出发。坐着看，别下去。各位，我是霍申先生的代理师刘明哲，提醒各位，你们目前的行为涉嫌非法聚集和恐吓威胁，现场你们的一行都在录像。怎么还有律师？陈老板。霍如烟，你当初虚开发票骗走合作款跑路的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吧？
他拍胸脯说资金马上到，让我先垫货款，结果人跑了，1分都没给。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外人少掺和。家务事？他在外面欠一屁股烂账，骗人血汗钱，这也叫家务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既然各位大老远赶来，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在给谁撑腰。霍如烟在前东家任职期间，虚报费用、虚开发票、侵吞公款37万元，证据包括虚假报销单23份、对公账户异常转账记录以及2名前同事的书面证词。这些材料已经移交给经侦部门。这是10年赡养费流水，霍申每月给母亲打款15000元，10年来从未间断，累计超过250万。但是霍母账户每月到账3天内，雷打不动转出12000元到霍如烟的个人账户，10年不间断。这些钱的去向：信用卡还款、奢侈品消费、车贷月供。主申，孝敬母亲的每1分钱，都被这对母女截留，成了霍如烟私人私款。咱们大老远跑来，合着是给骗子当枪使了？亏我还觉得如烟受了委屈，连夜坐了8个小时火车来给他撑腰，结果呢？妈，您和霍如烟在外面欠的所有烂账，陈老板的、李老板的，加在每1分钱，我1分不少替你们还清。这笔钱就当报答生养之恩。从今天起，我霍申与你们恩断义绝。刘明哲，报警！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涉嫌商业诈骗，一个都不要放过。霍先生，请您配合。霍总，汇报几件事。第一，伴郎阿龙因强制猥亵罪已被批捕，他之前提交的那份情况说明直接成了认罪证据，检察院建议量刑2到3年。第二，霍母已经被送回县城，我安排代理人送去了1年的护理费和生活费，确保他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代理人已经明确传达了您的意思，除病危通知外，不要再联系霍先生。好。阿姨，吃饭了。我认罪，求求你们帮我跟法院说，我愿意退赔，全额退赔。
媳妇儿，今晚早点回家，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就知道吃，行，给你做。妈，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前几乎没见你笑过。以前没什么好笑的，现在有了。新身份证和银行卡，跟霍家的一切关联彻底切断了。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值得被好好对待。你本来就值得，是我以前做的不够。纪薇，你的审美很好，手也稳。我有个想法，我想跟你合伙开一家分店，你来负责设计和产品，我来负责运营，你考虑一下。我可以吗？当然可以，你的作品会说话的。纪薇，你让霍生回个电话行不行？如烟出事以后，家里没人管你婆婆了，她一个人在县城，你们多少管一管。霍叔叔，当初如烟让人搜我身的时候，您坐在主桌上说的那句话是配合一下。那天晚上我蹲在地上被人撕衣服，全场几百个人看着，您也看着，您一个字都没说。现在您来求我了，我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纪薇了，请回吧。你做得好。从明天起，我给你配一个贴身女司机，同时也是安全顾问。另外，我通知小区物业和你的工作室加强安保，他不会只来这一次。以后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今天一点都不害怕，真的。我不怕了，真的不怕了。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家的定义。很多人觉得家就是一个地址、门牌号、一栋房子、一张户口本上的几个名字。我以前也这么觉得，可后来我发现，有些房子虽然很大，住在里面的人却每天都在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惹谁不高兴，害怕今天又要低头认错，害怕明天又有人指着鼻子骂。那不是家，那是牢笼。家是一个你不需要害怕的地方，是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的地方，是你可以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地方。哪怕只有3个人，哪怕只有一碗红烧排骨的香味，哪怕只有阳台上吹进来的一阵江风，那就是家。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微是纪薇的微，光是你身上的光。你一直都有光，只是以前被压着，看不见。最好的礼物。那之后的日子平静得像一场漫长的美梦，直到半年后那通电话。
说，霍总，霍如烟的一审判决出来了，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有期徒刑6年。他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爸，后悔吗？不后悔保护你妈，但她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妹妹，人各有命。如烟的事儿就到这儿吧，别再查了，我们往前看。好。奶奶那边真的完全不管了吗？护理费和医疗费预付了1年，她不会受苦，但见面不必了。有些伤太深，不是不原谅，是无法再靠近。很多年前，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低着头做人，看着别人的脸色吃饭，连呼吸都觉得自己占了别人的空气。是一个人让我知道，我值得站在阳光底下。前面那些年我做的不好，让你受了不该受的苦。余下的日子，我一天一天补回来。从你把西装披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就已经补回来了。念念，过来，你的录取通知书。法学院，我被录取了。为什么选法律？因为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像妈妈那样被人欺负却无处说理。到了宿舍，先把床铺好，被子不够厚记得跟我说。食堂饭菜要是吃不惯就叫外卖，但别老吃辣。我18了，18了也是我姑娘。你听没跟我说？到了学校给妈发个信息啊。知道了，知道了，老妈再见。老爸老妈再见。我在想，如果当初你没有在婚宴上站出来，我现在会怎么样？没有如果，我这辈子唯一庆幸的事儿，就是当时没有再犹豫哪怕1秒。敬新生活，敬你的勇敢，敬我爸那一脚。妈，期末考了年级第3。真的？我姑娘太厉害了！法学院年级第3，奖学金稳了。等你回来，妈给你做红烧排骨。又是红烧排骨，咱家就不能换个菜吗？大白天的，注意影响。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哪句？以后只属于我们3个人的家。
天都记得。有时候觉得那些事儿像上辈子的梦。就当它是上辈子的事儿吧。那些人、那些名字，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咱们生活里了。就当从来不认识吧。